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的情感导师会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和大家进行连麦互动。有请我们今天嘉宾，有请，欢迎大家，欢迎你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刘先生31岁，来自湖北，公司主管；甘女士29岁，来自湖北，教师。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感情中最大的问题，他就是个吞金兽，一直都在压榨我。他就是个骗子，总跟我玩心眼。婚姻中的地位平等吗？不平等，他就是个祖宗，我干什么都落不着好。平等什么呀？他一直都瞧不上我，觉得我配不上他。你希望对方最先做出的改变是？别老疑神疑鬼的，好好的跟我过日子，不行吗？多考虑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别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吞金兽是啥意思啊？我这边的收入，他基本上全部都要吞掉。啥叫吞掉？这不是家庭的共同的钱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恋爱3年，然后呢，结婚现在有2年，宝宝刚2、3个月嘛，然后在这之前恋爱期间都挺好的，但是自从她怀孕了，停薪留职之后，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对我管的不知道多严，然后呢，基本上把我所有的收入全部都要过去。多少收入啊？你有？我1个月能拿到大概15000左右。你15000全交啊？交14000啊？就给我留个1000块钱左右的生活费。你不会比如说我要买个什么，或者要吃一顿什么好的，让他再单独给你花钱？没有？我就算是提，那也没这回事儿，他肯定不会同意的。提了也不给呀？你需要吃什么呢？你每天单位啥都有啊，伙食那么好，在外面吃什么呢？有必要吗？那他平时也要花钱呀，如果没钱，他今天来天津也来不起啊。他有钱，他有很多的小金库的，他有时候16000、17000啊，有点浮动啊，不要在这里哭穷好不好？姑娘，小金库的证据是什么？他去年发绩效的时候，明明发了2万块钱，骗我说只发了15000，然后晚上我就趁他睡觉的时候，偷偷翻了一下他的手机，然后我就发现他是2万呢，他就吞了5000呢，然后第2天的时候，他反应过来了吧，马上把密码改了，这还不是攒小金库啊？那你发现了之后，这新库上交了没有？哪交了？没交。下一次绩效的时候就一起补给他了，但是呢，他就不相信，就认为我没交。绩效是1年发1次的是吧？对。啊，是这有5000，那他日常你说他有17000、18000，这个有证据吗？当然有了，他的工资是有幅度的呀。他说的15000是最低标准呐。他就只往高了浮动，那有时候往低了浮动，那怎么办呢？那男生，你有什么就是证据证明我没有骗你，我就是过得捉襟见肘，一点钱没有？有什么证据？那当然是有的就比如我们食堂虽然免费，但是我们食堂的师傅呢，说个实话他的水平就那个样。我们同事呢，时不时在外面中午出去开个小灶打打牙祭都是正常的，是人均也就20、30块钱但是到我这里，人家叫我一起出去吃饭，那我就不敢，因为我交不起这个钱，我觉得太贵了我平时自己在外面就只能吃一些非常非常便宜的团购，这都是有截图为证的。如果我真的有金库，我会吃这种东西吗？第一个0.99，2块9毛9，2块9毛9，基本上就是很难超过5块，能够上双的、上10块钱的都少见。没有9毛9，对，2块9毛9。他在这里言辞凿凿，这是真的吗？我还觉得是 PS 的呢。再说了，食堂又健康又不要钱，你干嘛要吃这些东西呢？吃了对身体不好呀。你这个老婆真的看到这个东西，第一反应不是哇我老公吃这个东西，第一反应是你这是 PS 的吧？对呀，他老是骗我呀，他有前科呀，他为什么要隐瞒绩效呢？你说的前科就这一件事儿，对吧？目前是这样的。为什么当时要留个5000块钱在手上呢？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人情往来呀这一方面的东西。因为我这边从小到大都在武汉长大，又有很多同学嘛、朋友嘛，谁家结婚了呀，搬了新家了呀，生了孩子，办了周岁、百天那我总得随礼吧。那找他要不给，我不得自己留一点吗？他哪是随礼呀？随礼是不是得礼尚往来呢？那我们结婚的时候，我收了几份礼呀？你呢？今儿500，明儿600，后儿1000。我查我们家礼金一查，没有啊，怎么就你随处去呢？你觉得有必要吗？有的时候那是不能不去的。从小学到现在20多年的好兄弟，他要结婚了，
那这个时候我肯定是要去的嘛。而且呢，这个礼金肯定不能少，跟我们一样关系的，基本上都是1500、2000的随。你那个朋友我们结婚来了呀，随了多少？1000吧。我给你500，你自己手里有点私房钱不就够了吗？怎么着到你这儿就要1500、2000了呢？他就是总认为我有金库啊，实际上根本就没有。那我又必须得随这么多，那我怎么办呢？怎么办？那我就实在没办法，我就只能自己找退路了。啥退路啊？下班了，那我就出去跑外卖呗，慢慢把这个钱给跑出来呗。真的？那挺辛苦啊。哇，2个多小时跑个10单，50几块钱，反正大半个月，因为结婚提前通知我了嘛，大半个月，也不是每天跑，就这么跑着整了个1000把块钱出来，把这个礼给随上了。你相信他送外卖吗？相信，但是我觉得他是没苦硬吃。你心疼他吗？他要心疼我，他就不会跟我一起来这儿了。不光是给朋友随礼，但就是我们单位的团建，他也不怎么让我参加，我都是能躲能避的。实在躲不开的，比如说上一次我的一位部长，就是把我从一个小兵一直带到现在的地位的一个部长，他要退休了，这种团建，那我们不能不去。老领导这里随了多少钱？随了1000块钱，然后呢就是你听，动不动的1000的，我们家开金库的嘛。他有恩的老领导，1000块钱多吗？这个时候我就是靠的跟我一个比较熟的部下，然后大家处的也比较熟啊，我就跟他说，最近我手头有点紧，借我预支一点。但是他一个月才6000来块钱，我是他1倍还要转弯啊！当时他看我的那个眼神啊，就差点把妻管严3个字写在脸上了。你那个老部长的事，就算是我做的不对，但是你之前你太多次应酬了，你弄得我都不敢相信你了，好不好？这就是职场之间的不同，因为他你张口闭口就职场，谁没上过班呢？因为他在停薪留职之前，他是做教培老师的，那么相对这整个圈子就比较简单，下了课回家就是了。但是我这边它算是一个整个的整体，那我需要跟各个部门的同事对接，我也得经常带着我手下的人跟大家熟络关系，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好。你不就是因为这2年升了点官了不起吗？动不动你就领导，难道我生孩子之前我收入比你低吗？丈夫，你妻子拿了钱以后败家吗？这就是第2个矛盾点了。我觉得他管钱我把钱给他，其实就是为了让他多存一点，作为家庭的应急资金。结果我每个月给他交14000他花钱的出水口比我这进水口还要快。生孩子以后请个月嫂，当时我们找了市面上的家政公司7000、8000、9000都有，他非要一上来就搞个金牌月嫂，13800一个月。我们家是能拿得出金牌的钱的家庭吗？你赚钱不是为了花，是为了什么呢？在外面随礼爱面子可以花，给老婆孩子不能花了。如果是1个月也就罢了，我们的孩子都2个月了，2个多月了，还没有让月嫂走的意思。伤筋动骨还100天呢，我生孩子坐100天月子怎么了？行，听懂了。第一，你觉得光月嫂就这么贵的价格花钱没有管理好，还有什么你觉得没有管理好你家财务的？在他看来月嫂要照顾宝宝那是刚性支出，那平时他买的那些衣服难道也都是刚性支出吗？我身上穿的衣服基本上都在超市里面50、60块钱100把块钱就解决了。他一件衬衫就得400、500，那一件大衣就得往4位数奔。那照这么花的话，那我们家的财务不就断了链了吗？平均1年他买多少钱的这些什么好的衣服呀、包啊这些东西？钱不都在他那儿吗？我哪能算得着账呢？你大概总有个评估吧？我不敢想。那你们家账户有多少存款，你知道吗？不知道，得问他。你们家账户有多少存款呀，姑娘？可能有个几十万吧。都可以呀。对呀，这不是管得挺好的吗？你人家花2个月找月嫂，他觉得他每月给我14000，我应该存1万块钱下来才合理。那你每个月能存多少？现阶段的话没有多少钱存，因为我怀孕之后就停薪留职了呀，我吃喝检查呀都得花钱呐。他说那个我买衣服的事情，我跟你结婚之前我有工作的时候，我花你钱买衣服了吗？你前前后后养了我多久？1年我怀着个孩子在肚子里，你老是说我买衣服，那衣服我买了几件呢？大部分不都婚前买的吗？再说了，我结婚之前我买漂亮衣服跟你约会，你说漂亮啊，现在怎么就说贵呢？他说你们家的积蓄这几十万是包括当时的彩礼这些了吗？嫁妆彩礼？对，都包括了。这些当初你们双方商量的是一致的吗？有矛盾吗？看来妻子也有怨言，又白了一眼。你今天这个白，他白了100多次了。他还好是提婚前，婚前你父母跟我父母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什么态度你不知道啊？一口一个农村的穷乡僻壤，
就说我们家穷，砸锅卖铁把我供出来的呀，肯定是去我家看我们家房子不好呗，那有什么？啊，是这挺过分的，这有点太冒犯了。哎，那彩礼按数给了吗？彩礼当时我们说的是20万，然后也给了，但是这也很曲折。那你现在手上的几十万存款，我听起来应该大部分都是彩礼是吧？这刚刚说其实是为了顾他面子，没有几十万，最多20万。那就彩礼都要花出去了。彩礼我父母留了一部分。哦，行吧。反正丈夫听起来对女士的这个理财和消费都是还是存疑的哈，也有自己的不满意。对，而且他总是会断章取义啊，就比如说当时我们父母见面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怎么可能会说那么冒犯的话呢？我妈妈只不过是抱怨了几句，不好走，交通不方便，是农村。结果呢，她听进去了，然后呢，就可能心存芥蒂，然后接下来的那就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了。就会认为哦是我们家瞧不起他，但实际上他父母在饭桌上也多次强调，十里八乡就出了这么一个大学生，觉得我娶到她是荣幸嘛。那我们做子女辈的还把这个话都给听进去，还为以后埋下梁子，那是何必呢？你说到结婚你给我什么了？结了婚之后你怎么样？我说去度个蜜月啊，今天忙这个，明天忙那个，算了，我没跟你计较吧。然后呢，我辛辛苦苦抢了个演唱会的票，让你陪我去。啊，不想去，在家打游戏。好，终于你松口答应陪我去了是吧？你在那干什么？1.9米的个子，在那这个木桩子一样，面无表情。当时他抢到一个演唱会，但是那个明星是他喜欢的，我根本就不认识那个明星，他在上面唱跳 rap， 那我怎么可能被带动得起来呢？那我不就站那看一看不就完事儿了吗？你就是一点情绪价值都不能提供。他怎么着？指着我说，还不如不来看呢，在家睡觉不好吗？你这就是魔怔了，疯了，怎么样？你说那么多人呐，我好尴尬的。那是挺讨厌的哈。哎，这个姑娘，就还有哪些点你觉得她结了婚以后就没有那么在意你了？她现在逢年过节从来不给我送礼物的，一次都没有。以前送吗？以前送啊，以前她刚从国外回来的时候，我们恋爱的时候，那鲜花呀、水果呀、香水呀。你们谈恋爱谈了多久结的婚？3年。那在这3年里表现还是不错的哈。我们婚前基本上很少吵架的，所以婚后发生这些争执和不愉快，你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他抠搜啊，他在外面装面子啊，然后喜欢骗我做假账啊。他抠搜，一说就是我抠搜。那以前的时候，那给你买这个买那个，那不是因为钱在我这儿吗？那我现在钱都给你了，我上哪儿给你买玫瑰花去？就之前他还自己因为超前消费还欠了一屁股债，最后呢？一屁股债几个钱了？一屁股债？那不得大几万块钱啊？还是用我给的彩礼给补上的这个窟窿？说起来我就来气。那个时候我跟你谈恋爱的时候，那个钱花了是给我花了吗？我给你买东西你不说喜欢吗？我打扮得漂漂亮亮，你说什么？你说真可爱真漂亮，我花怎么了？不是，彩礼是我的钱呢，彩礼是聘礼啊，该我花的呀。你要不是瞧不起我，你会说这是你的钱给我的，我们是夫妻共有的钱，好不好？姑娘，哎，是，咱可以消费漂漂亮亮的，但是贷款去消费，他说的夸张了啊，无非是信用卡没还上而已。那不也是借贷的钱消费吗？那当时结婚结得太匆忙了呀！如果当时没有结婚，我工作我能补得上啊，那怎么办呢？匆匆忙忙结了婚呢，信用卡下来了，我肯定就拿彩礼去补一下呀。哎，你说他结婚前还算可以的，送礼物送花哈，那你结婚前会这样骂他吗？那个时候有滤镜吧。他以前不是这么对你的哈。他以前这么对我，我就不会结婚了呀。虽然我认为自己离模范丈夫那肯定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是为这个家各种付出啊，那应该是少不了的。你总是说你的付出，你的付出就是说钱，那我的付出你看得见吗？我生孩子之前这么一点腰，现在这么粗，你怎么不说呢？生孩子之前我也有工作呀，我收入也很高呀。你怎么不说呢？哎，姑娘，生孩子之后家务事你做过一点吗？里里外外不都是我在做家务吗？对，这是重点。就平时我虽然工作确实比较忙，家务主要是他在做，这个没错啊。但只要我在家的时候啊，看到有碗要洗，我还是去洗；看到有地要拖，还是要拖。啊，当然就因为有一次没做好，然后呢，他就一直都记得，然后每次只要谈到家务，就会拿这个说事儿。你是做家务了呀？你洗了一次碗呢？然后夏天武汉40多度的天气，我出去有事了，反正有一天没回来，我们家臭了呀。为什么臭了呀？水槽里面的垃圾没有倒掉啊，生蛆了。然后我给你打电话了，我让你回来处理，你处理了吗？你说等一下我再聚餐。当时确实是比较忙，然后有一个电话突然打过来，我就要我洗碗，我就只洗了碗，没有擦灶台，没有去清那些垃圾。
但是呢，我回来我只能回来再解决呀，我不可能说跟我的同事说，哎，我家碗没洗呢，我现在得先回去了。这些我真的觉得你这些没有必要的社交要减少，没有意义。说实话，那你觉得从生活上呢，他关心你们、照顾你吗？婚后他回家就打游戏啊，床上一倒啊，反正鞋子啊什么都是我给他整理的，没有什么生活情趣。他第一个是没有生活情趣，第二个他生活上可能也是他条件比较好吧，他真的生活自理能力是6分吧，反正刚及格，可能还不及格。那他在国外留学的时候肯定是自己照顾自己吧？对呀，肯定是的。所以我不知道他怎么活过来的呀，说明他在国外的时候可以照顾好自己，回家了结婚了就不行了呀。他不是娶老婆娶老妈子啊。他就从来都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这热情不就是慢慢被磨没有的吗？一开始他说要吃一个草莓可颂啊，一个网红甜点，那我就到网红店去给他买，排了将近40分钟给他买回来了。然后他看了一眼说吃了2口吧，太甜了，不想吃，又想吃臭豆腐。我又到楼下给他买臭豆腐，回来也是吃了1块半，味道太重了，又不想吃了。还有一次，有一天晚上我9点多钟才下班回家，他躺在床上刷手机，不知道刷到哪个短视频，说江景好看，突发奇想，就要让我带他去看江景。我当时下班回家那么累，我也没说什么，开着车带他去了。妻子，他带你去看江景，或者给你买什么你要吃的网红的点心，你为啥不能给一个正面的回馈呢？确实不好吃啊！你那个不好吃回去不好看回去，和他那个在演唱会站在那边，你觉得哪个更严重？演唱会那个更严重。第二个问题，生孩子是谁想生的？是他催我呀，他说。我听着你老婆对于生孩子这个事儿的怨气很大。因为我工作本来还可以的，我说实话，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我收入也还不错，没有他那么高。就是生孩子这个事儿打断了你原本的人生，本来你以为生完孩子你还能工作，没想到连工作都不能做了，对吧？是的，所以你的心中的怨气就一直没有宣泄出去，对吧？我觉得你们家的事儿，其实现在听起来，大部分原因还是在怀孕生孩子这一段时间发生的。可能妻子对丈夫有很多埋怨，丈夫自己也有很多委屈。但现在最夸张的就是总是要我秒回信息，而我的工作本来就是有时候要在会议上面做汇报，或者是来发言，那种时候是不可能秒回信息的。没有秒回信息会怎么样呢？就是因为我没回消息，直接一个车打到我公司楼下来了，然后就在那跟我吵。我那刚散会，同事领导都还没走完，就丝毫不顾及整个的后果。就只为宣泄自己的情绪。你要来解决的问题，或者希望老师帮到的是什么？就是希望他能够，首先呢，在财务上面不要管得那么紧，大家都彼此留有空间，距离产生美。你说空间多少？咱就直说。我也不用特别多，跟我的同事一样，一个月生活费有个2、3千，其实也就够了。好，因为我也不是会去乱花、出去鬼混的人。这是第一条，还有什么呢？第二个就是适当的调试一下自己的情绪，培养一些自己的爱好，不要没事就给我发消息。妻子有什么要求吗？我希望他能够多一点时间回家陪我和孩子，然后就是减少一些无谓的社交。好，听明白了。那我们这对年轻人对这个哥哥姐姐他们的生活状态，你们有什么认识啊？我觉得哥哥太惨了。哥哥太惨了。我觉得女性到一定岁数之后成家之后背负的责任也挺多的，我觉得姐姐很辛苦。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啊。第一个，我就觉得就是2个人在一起过的生活挺压抑的，女士还是有一点敏感和自卑的对这段婚姻关系，因为太强势，越强势表现出来，包括你说话越大声，我并不觉得你很有力量，我只是觉得你在喊不公平，我很委屈，以及你在喊凭什么这样对我。他是上来让人觉得说话很烦，确实我听他说话也很烦，但他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你是始作俑者。现在讲讲接下来怎么办吧，就是你还想过吗？到底？我还是想过的，就是来调和的。那你想过，我觉得从今以后不要再高姿态。你说的很多话字里行间充满了嫌弃，我觉得你应该多花一些时间陪你的老婆跟孩子。钱是赚不完的，但是家散了就是散了。其实你一点都没明白他在干什么，他在惩罚你，因为你毁了他的人生。他心里面就这么想的，他看着孩子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他没有做好这个准备，他甚至连结婚都不一定做好准备，不要说当妈了，对不对？你毁了他的生活。他本来的生活是什么？他本来蛮好的，谈着恋爱，一个月挣着6、7千块钱，而且他未来说不定还能升职，还能挣更多的钱，他将来还有自己的希望，还有自己的理想。结果跟你一结婚之后变成这个样子，你是不是毁了他的人生？
所以他在惩罚你，你没有很好的去接受他的惩罚，所以他这口惩罚你的气就过不了了。姑娘，你必须得自救，你不能说我把所有的情绪宣泄到惩罚我老公这件事情上面，它会让你的动作变形，甚至于我们见过去毁掉老公的工作，去单位里面大闹都见过。这个事情对于你们来说于事无补。你的自救是什么？你的自救是能够让自己第一身体恢复，第二慢慢的恢复工作，慢慢的去接触社会。现在的托幼机构3个月就可以托了，如果实在不行，你说我找个住家阿姨，找个钟点工可不可以？也可以，一定要让自己走出去。你只有恢复了自己的挣钱能力，你的心态才能够平稳下来。好，我觉得你有这口怨气的原因，是因为你本身在外面应该是个了不起的人，你应该是一个主外的人，非得让你主内，你当然是崩了。你千万不要在家庭里面丧失了自己的自信，尽可能让它往外走。至于你多一点时间回家。你看要解决问题啊，还得找陆琪老师。那我们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呢，如果也想找陆琪老师来指点一二的话，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陆琪老师，然后呢记得亮出自己爱情保卫战忠实粉丝的身份啊！陆琪老师送大家一份新人礼。说实话，我觉得女生你惩罚他，其实也是在惩罚自己，因为没人逼你结婚，没人逼你生孩子，这是你的选择。虽然你现在生完孩子只有2个多月，孩子都没有过100天，但咱同为女性，同为孩子的母亲，当然我的孩子大了啊，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人生是分阶段的呀，你这么聪明，从农村考出来，在武汉，你能嫁这么我们看起来世俗上讲他是算比较优秀的男青年，说明你足够优秀啊。难道我们不能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吗？没有人会准备好了才生孩子，都是边准备着边生出来了，生完之后边陪着孩子边成长。所以你要接纳自己的选择，我觉得你现在一点都不接纳自己，你最大的课题是不接纳自己。你完全可以恢复你的社会功能啊，你急什么呢？你把那个怨气用来惩罚他，你不受伤害吗？你在每数落他一句的时候，你自己不指向自己伤害自己吗？我们何必让自己困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呢？因为明明光明就在前方，你是看得到的呀。你咋的？你还打算就以后不上班了？不会。我看你最多半年也就上班了吧？那3月不能忍吗？你越不停地用反问句来攻击他，他越不会回家。你老公刚才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对。他说希望你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这个的潜台词就是你要自己调动多巴胺的。你天天沉浸在这种骂他、不认同自己的状态当中，你很难恢复。所以你把你的眼光放远一点，格局打开一点，调试自己的状态，尽快回到好的轨道上。你需要情绪价值，他也需要。老公，我不多说你啊，老师们也都说了你很多啊，你确实很多地方做的我觉得不到位。你觉得你把钱都交了，你苦哈哈的，你去送外卖，你就是最了不起的老公了吗？不是的呀，妻子最需要的，她至少最需要的，不是你把钱交了，是把你爱得交了。你就不能这几个月少一点应酬，多回家陪她吗？你就不能把眼光放长一点？你们的日子且长着，好日子且在后头呢，但是得把眼前的苦先挨过去吧，一起去迎接目前的挑战，共同去面对未来的人生，这是你们的课题。其实你现在刚生产完，作为女性我特别理解，然后包括你想去控制你老公的钱包，一方面是为了家庭的支出，另外一方面我也能理解你想控制男人的心。你会觉得我至少把这个钱抓住了，我这个老公就不在外面乱七八糟了。男人没钱不一定会变坏，但是逼太狠，他很有可能会逃跑。你说他15000的工资，一个月拿1000块钱，在武汉一个人有基本的正常社交，偶尔就算吃个小零食，对吧？打打车那都是钱呐，不要卡得那么死。其实你是一个挺好的姑娘，但是在这个关系里面，就是我们需要在婚姻里面干嘛？智慧一点。你今天跟你先生，所有的跟你的先生沟通全是暴力语言，你的每一句话就像一个拳头在打他。语言的暴力比拳头来的更让人心碎。所以在这个关系当中，你需要去把自己之前的一些心结放一放。比如说你刚刚提到，你说觉得他们家里人不尊重我，对吧？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男人跟他家庭不尊重，我觉得你不可能跟他结婚，成都不会成。所以过往的事儿，家长的事儿，让他翻篇吧，
不要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再互相折磨了。然后先生，刚刚老师们也给了很多的建议，接下来做什么？看见你老婆的需求，理解她现在状态，没有办法好好沟通，那你学会什么？你学会去沟通呀，不要冷暴力，不要回避。任何人在一段关系里面最需要什么？被看见、被理解、被尊重。希望大家都能明白这个道理，好好的把你们的婚姻走下去。然后我这本书叫做新书《结婚本来就很幸福》，我觉得特别适合你们。我觉得你们的婚姻本来就可以很幸福的。待会儿我可以把这本书送给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加油！谢谢老师。这位丈夫，你妻子在我心目当中，我一直为她在点赞，因为我也来自农村，我知道她的不容易。真的，就像她父母说的，10乡8邻，她就是靠自己的努力增长，成为了出类拔萃的她。乡里乡亲都为她感到荣耀，尤其是农村家庭很要面子，尤其是在他心目当中耿耿于怀的是这个家庭似乎有点看不起你。我认为这一点你有误解，如果真的看不起你，怎么可能出彩礼把你娶进门呢？这个就说明可能有一些都市误传。孩子慢慢长大了，半年9个月赶紧上班，在这个岗位上你能够寻找到自我，能够看到价值，还有自己的事业。所以2个人，我认为放松一点。你们现在太紧张了，多想想他的好，你突然发现这个丈夫还是以前那个丈夫，这个妻子还是以前那个妻子。谢谢老师。好，请2组嘉宾交换位置。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云25岁，来自黑龙江，销售；小薛21岁，来自内蒙古，自由职业。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如何评价对方？他就是小心眼儿，爱计较，还对我的朋友充满敌意。那人就把他当一个冤大头、提款机，等着看他笑话呢。他为什么总要把人往坏处想呢？我觉得他就是鬼迷心窍了，完全分不清好人和坏人，早晚有他吃亏的时候。你希望对方怎么做？他能不能有点人情味儿啊？不要再无理取闹了，尊重一下我的朋友。跟她的男闺蜜彻底绝交，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有，听起来你们俩的核心矛盾是这男闺蜜是吧？对，她有一个男闺蜜，然后这个男闺蜜吧，就总在我们2个中间挑拨离间。就是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就是他说要带着我去跟他一个朋友吃饭，我说那可以啊，那咱们就去呗。然后到了饭店门口，这个男的突然之间就出来把她抱住了，当着我的面啊，啥意思？怎么抱的呀？就是他从这块跑过来以后，突然之间这么就给抱住了。正面抱啊？对。不是，那我俩很久没见了，他只是见着我比较激动，他也不是总这样。然后反正我就觉得肯定就是有问题的呀，他一句话都没跟我说，然后2个人拉着拉着就去吃饭了，然后一句话都没跟我说，我当时就感觉他太不尊重人了吧。然后在饭桌上的时候，那个男的就开始各种用语言来挑衅我，一会儿说我穿的衣服丑，一会儿说我没有审美，说什么你平时就这么穿衣服呀？我感觉你打扮的跟我爸那个岁数差不多，我就觉得这个人有问题，然后我就不想跟他在一起待着了。我说这屋有点太闷了，我出去抽根烟透口气儿。然后我出去待了一会儿，回来以后我就感觉气氛更有问题。那个男的就开始一直在跟我挤眉弄眼的，然后发出一种就是不怀好意的笑。然后我问他，我说怎么了？他也不跟我说话。那你上去也没尊重人家。那他那么对我，我尊重他干嘛呀？然后我说走吧，咱们回家。他居然跟我说不走，他说他要陪着他的那个男性的那个闺蜜。不是，你还好意思说？他本来就不能喝酒，你上去一直灌他酒，他喝多了在饭店里，我能扔到他那在那儿，咱俩就走啊！而且我跟你说了吧，我说你觉得我俩要是有事儿，那你可以陪我一起给他送回去，你不同意吗？他都那么不尊重我，喝完酒他难受，我还要送他回家，凭什么呀？然后后来他跟这个男人就越来越过分，然后那男的那个时候就总跟他一起出去溜达，有时候去逛街，然后有的时候呢去照相。然后有一天他们也是出去玩完回来以后，他就说他困了先睡觉啊，等到晚上10点多11点的时候，他手机就一直在嗡嗡响，然后我以为是谁找他有急事呢，我就拿起来看了看，我发现是这个男的给他发的信息，说宝宝谢谢你今天逛街给我买这么多化妆品，咱俩最好了。你说这话恶不恶心？谁恶心了？那我给我朋友买东西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买了多少钱的呀？
她买化妆品就买了1000多块钱，给那个男的。你要说买个小礼物180这也就算了。对，而且说1次2次也可以，她每一次出去都是这样，就是她一出去就花个1、2千块钱，然后听她说都是她花。对，然后那个男的可能就花个30、50的，俩人就能搁外头玩1天。你知道啊？这不就是拿你当傻子吗？他也给我买过东西啊。他说的买东西就是他请人家吃饭花了几百块，然后走着走着渴了，人家给他买瓶水、买瓶奶茶，花个10块8块的，每一次都是这样。据你观察范围之内，她给这男闺蜜花过多少钱啊？反正他们2个一起出去一次就得1、2千。那1个月怎么的不也得个18000的吗？没有那么多。怎么没有呢？那你1个月又不是天天出去，夸张了。小姑娘，你那么有钱吗？你干什么的呀？我没完全毕业，然后就是家里给点生活费。那哪来的钱给朋友花呀？因为我会做些兼职什么类型，我会就是在实习的时候就也是打工。她能赚点钱供男闺蜜花。她能赚点钱，但是我跟你讲，后来她居然总借给那个男的钱啊，那男的就总找她借钱，她的钱没有了以后，她借网贷。然后把钱给那个男的，不是他那个时候是他创业失败了，他放弃自己原本的工作。我俩认识得有10年了，他也不可能是就是欠我钱不还那种。我寻思就是帮一把，可能就帮一把吧。他现在钱还你了吗？还没有。借了多少？大概1万多2万块钱吧。那还有什么这个他对这个男闺蜜过分好，男孩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个男闺蜜吧，他总给我们找事儿。他之前有一个朋友没有地方住了。他就非要让那个朋友来我们家里住，我跟那个人都不认识，那还是一个男的。那他不是知道我有对象吗？况且你也在呀。那也不好吧？这个事儿我就没有同意。你怎么没同意？我本来我从来我也没告诉过你说可以让他来住吧。那后来住没住？住了，还真住了。他自己就给人领回来了。住了多长时间？3天。哇，你这闺蜜你可对她真好。然后他把那个男的领回来以后，我觉得既然回都回来了，也别太驳了人家面子。那就住吧，但是你们不知道那个男的有多脏，他每天吃外卖，那个盒子他都不扔，然后他天天在家就在床上躺着。男的多大年纪啊？也是20左右。我是觉得，你说人家来都来了，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那么埋汰？说好来1周，你说你忍都忍3天了，还接着忍，你说假如我里外不是人呢？万一有些人1天都忍不了。那你说我每天下班都已经6、7点了，回家我还要给他收拾卫生，那我真的看不下去了。哎，这是你女朋友对男闺蜜过分好的一些事儿哈。那你觉得哪些事儿是挑拨你俩关系的事儿呢？那个男的居然在我俩处对象的时候还要给他介绍对象。那不是介绍对象。那个男的之前就给他发信息说：“宝宝，我有一个朋友长得挺帅的，你要不要见一见？你看一看，我要不行我就把他介绍给你。”那他只是介绍认识的意思，而且我没加微信，我没去，我没跟他有任何的联系。他给你介绍的时候，他知道你有男朋友吗？他知道。那你说他是不是别有用心呢？我觉得他就是在分享他刚认识的就是新朋友，长挺帅，过来炫耀一下。我没觉得他有就是坏心眼儿。还有啥？他这个人3观就很不正，你知道吗？他干啥了？就之前过年的时候，然后我家是那个2室的，因为我爸最近就是岁数也大了，然后经常打呼噜，然后就打得很响，然后我妈就没法跟他在一张床上睡，然后2个人就1人1个屋。那我过年回去的时候，就只能跟我妈在一起对付着挤一挤。然后就住几天。最开始她也知道，她也从来没有说过什么。但是有一天，她把这个事儿跟她那男闺蜜说了之后，她就开始攻击我，还说我是什么妈宝男。啥？我就是脑子轴，就是她不说之前，我从来都没感觉到，就是跟妈妈在一个屋睡一张床上是什么事儿。但是后来我才反应过来，儿大必母，女大必父的，那我也不跟我爸爸躺一张床上啊。过年在挤，哪怕就是回爷爷奶奶家、老家都没有这种情况。你不就是妈宝吗？那沙发不能睡啊？我觉得根本就不是，她之前的想法都很正常。你觉得是男闺蜜挑拨的、挑唆的啊？她不都，我感觉都不仅是挑唆，那男闺蜜就经常一直在给她洗脑啊，把自己的思想植入到她的脑袋里。然后那个男的还干嘛？他还教她跟我动手打我。就是我们2个以前吵架的时候，也就是用嘴说一说就过去了。然后这个男的跟她说什么，你俩以后再吵架的话，你就跟他动手，你得给他打服。你永远都是这样。自从有这个我的男闺蜜开始，他就把所有的错都归结到他挑唆的他的问题，他再也不考虑自己身上有没有问题了。但刚才那2句话，男闺蜜有没有说
男朋友是怎么知道的？他给他发的微信，我看到的。你动没动手？他也还手了呀。真打了？我没还手。你真的替男闺蜜就动手打他了？是因为他给我逼疯了，我俩吵架吵到最后的时候，他还在胡搅蛮缠。你怎么这么听你男闺蜜的话呢？因为我俩认识实在是太久了，就之前遇到特别大的事儿的时候，也陪在我身边，所以我觉得他不能害我。就真动手哈？他真动手。那你不也还手了吗？我没有，我还有视频呢。哎呦，手指头，哎呦，这还真受伤了哈。是他打的呀，淤青都出来了。不是，这是他打我，然后给自己打的一身伤。就你挡是吧？对，我可能就挡一下嘛，然后他就胳膊上就跟他一挡。对，就他这么打我，然后我就挡一下，他就说我是还手，就说我打他。就我动手也不正啊。再说了，为什么我跟你动手，然后咱俩吵完架之后，我身上有伤，你没有？他皮糙肉厚。老师们今天下台了以后，我肯定还得挨打。首先，动手肯定是不对的啊。第二是男生认为你这个动手的习惯，也是男闺蜜在旁边吹过风的哈。对，他以前从来就没有跟我动过手。我就觉得他一直在拿我的朋友，就是有偏见不说，就是把自己所有的错事全归到是我朋友挑唆的。拿朋友说事儿。还有啥事儿？他是你觉得拿朋友说事儿啊？如果不是我朋友告诉我，我永远都不知道他跟女的搁外边偷摸吃饭。就那个时候是我朋友看到的视频，然后转给我的，在社交平台上刷的。同城吧，应该，就是里边就是一个女的跟他俩在一块吃饭，然后旁边零零散散的人都没照全，就一直在照他，连着好几天都有。我跟他解释过无数次，那就是我们公司最近新调来的一个女的领导，然后出去吃饭也不是就我们2个人，还有公司其他的同事，就是我们聚餐有部门聚餐，然后可能别人走得早，然后他录的时候，就到最后可能剩的人就稀稀拉拉，就没有几个人了。所以这事儿你也是觉得他是拿男闺蜜说事儿，其实自己就是干坏事儿。因为啥？因为我发现他手机那女领导给他顶消息，问他说我在家好无聊，你能来陪陪我吗？这是正常女领导能说出来的话吗？那我也没回他，我也没去啊。但是我知道了，我要不知道呢？你不知道我也没回他呀，那我也不能去啊。这事儿解决了吗？现在还一起聚餐还是啥？那个女的也就像是挑衅我一样，就爱发，就别人也不拍就拍她。还有啥拿这男闺蜜说事儿？你觉得其实是她的问题，并不是闺蜜挑拨。她爱打台球，但是我不反对，就是男生有自己的爱好。之前我没毕业的时候，然后我们俩已经在一起了。他去打台球，我有时候去找他，我4、5个小时都搁台球厅，我都愿意，我也从来没埋怨过他。我有一次就是连着很长时间没有假期，好不容易放假了，我说那个宝宝陪我看个电影吧。然后我就去化的妆，又换的新衣服。然后我俩出去之后，刚到商场，他朋友就给他打电话说：“哎，咱打个台球啥的。”我脸一下就拉了下来，我就瞪他。然后他说：“签保证外保证说啊，我就去看一眼，10几分钟咱们再去，电影不能开场。”然后去了，进去之后一弯腰就是2个半小时，就是我对着他背影叫他无数声了，根本就没理我。那我是没听着。你不是，你就是咬准了，我在你朋友面前不好意思让你难堪。然后你说我委屈的时候，我也没办法，我就只能跟我朋友说，我说你说我打扮漂漂亮亮的，他给我扔到台球厅，烟雾环绕的就熏我2、3个小时，我说我委屈。然后我朋友跟我说他就是不在乎我，他就不重视我，才不重视我们2个的约会。他以前他跟我打台球，陪我去4个小时、5个小时，他都不嫌累，也没有什么话说，就是跟他的朋友说完，我就所有的都是不对的。女生经过这么多了，其实好多事情听起来也不光是男闺蜜对她不满啊，其实主要还是我听起来是你对她不满意，是吧？对。你有觉得你女朋友对你的态度有变化了吗？有啊，就有一回是晚上，大概是1点多了，她就一直在作我说我就要喝奶茶，就要喝奶茶，说要是我男闺蜜的话，她早就给我买了。你别埋汰人埋汰那么夸张行不行啊？听你的话里边，我都像不是人似的，这不是态度问题吗？咱俩确实在那个点点过外卖，我想喝奶茶，我跟你说一声，你但凡能正经回我一句，你说我给你看一下有没有外卖，没有外卖的话就拉倒，我不可能逼你大半夜出去给我买，这是敷衍的问题。那我不是睡觉呢吗？就这事儿还是证明你觉得男闺蜜对她有一些影响，是吧？对，就影响的她都已经开始不讲理了。哎，我现在想问你的是，这么长时间的影响，他有没有对你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就对你不好啦，或者是冷漠你啦，对你不上心了，有吗？也有，比如说我过生日的时候吧，他答应我说给我买一条皮带，我还挺开心的。然后等我过生日的时候，我也确实收到了。但是收到以后，我看这个礼物，我就发现这个质量为什么这么破呀？他明明他说花了好几千块钱买的东西，他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就觉得有问题，我就开始问他。他一开始他就支支吾吾的，后来给他问烦了，他告诉我说，
这是她男闺蜜给她出的招，说给我买一个假的东西来考验我。我是那时候跟我朋友说，我说他要过生日了，我打算给他布置个漂亮点的酒店，完了我给他买个礼物。然后我朋友说，你就之前那么些事儿来讲吧，不配。得说那个你不行你就当考验他一下吧。几百块钱买一个，他要是拿到手，当时就去查牌子、查价格，他不就是奔着分手之后能变现吗？然后说他要是不查啥的，你俩要是他真的爱你，你给他买什么，这都是应该的。所以这一考验就考验住了哈。那究竟是这个所谓的男闺蜜啊，在他的挑拨教唆之下，你们产生了情感危机，还是说你们之间的感情真的出了什么问题呢？我们先听一听这对夫妻给点建议。在我看来的话，就是如果我老婆、我爱人有这么一个男闺蜜，他们这种就已经抱在一块儿，他还能忍，我觉得这不太能够理解。我觉得女孩子的话呢，交朋友可以，但是损失钱财那就大可不必了。你觉得他们俩的关系是因为这个闺蜜的存在而变得不好，还是本身有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双方都不够信任。听听老师们的建议。男生，我明确告诉你，这个姑娘没有很喜欢你。还有一点就是她特别的想当然，她很容易相信别人。这一点是因为，就是可能她把所有人都想得比较好，所以她没觉得这是什么大事儿。就是因为第一个她又不够喜欢你，第二她又觉得这些人都不会对她不好的情况之下，所以你就变成了那一个跟他们站在对立面的人。你作为一个男朋友来说的话，你一点原则都没有啊。你自己本身就没有底线，你的红线亮得这么低，所以谁都能来踩你一脚。你让这个女孩在这段情感关系里面唯一学会就是不对自己负责任。当别人在你面前指责你男朋友的时候，你并不会去捍卫他的尊严。我其实觉得这一点的背后，其实就是因为可能你也曾经这么觉得过，你肯定有时候觉得就是你的那些什么男闺蜜说的话是对的，这你心里是认同的。所以你才不会去为他去说这个话，而且我也不认为就是你的男闺蜜是真心对你，就是有利可图，很简单。而且怎么会有一个正常的男闺蜜还介绍一个陌生男人跑到你身边来，就是这种不三不四的人，我都觉得就是天哪！我要是你的父母或者我是你姐姐，我特别担心你。我觉得你现在可能需要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会化的认识。我觉得你俩先别谈恋爱了，我觉得你俩都先去干点正事儿啊，该赚钱尤其先去找工作吧。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我觉得你们俩现在应该各自去成长，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只会就是越来越幼稚，谁也没有，你们俩没有一个清醒的人。我觉得分开了就会很清醒。还有就是注意你的男闺蜜，离他远一点啊，从今以后离这个人远一点。还是年纪小，第一不会交朋友，第二不会谈恋爱。这个事儿其实你拆开来，把他们两个人拆开来就好了。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闺蜜是不是好闺蜜？我们别说男女，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恋爱是不是好恋爱，对吧？我们分开来说。第一，闺蜜是不是好闺蜜？那你思考一个问题就行了，就是如果从此以后你不再给她花钱，她还会是你的闺蜜吗？我有一个朋友，就前2年就跑来跟我讲。他说：“陆老师，就是我老被闺蜜出卖。他说我这2年被闺蜜出卖了2次，而且损失巨惨重。我说你所谓的闺蜜是不是这样的人？我说这些人吧，平时的时候对你特别好，而且特别哄着你，你想要去哪她都陪着你，你想要什么她都给你。但是呢，但凡是大钱，永远是你在出。”资源永远是他在跟你要。他说对啊，说陆老师你怎么知道的？我说这不叫闺蜜，这叫人际关系灾难。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他希望别人宠自己，哄着自己，给自己情绪价值的时候，你身边永远会出现一些人，这些人始终在给你情绪价值，始终捧着你，哄着你，顺着你，然后从你身上获得某些收益。我那个朋友可能是资源更多，对吧？或者大钱更多，在你身上可能1000、2000块钱啊，或者让你去贷个款啊之类的，这些东西更多，这就是人际关系灾难。所以我说你不会交朋友。如果这个人真的是你的好朋友，真的是你的好闺蜜，他不可能每次出去都让你1000的花钱，也不可能让你去借网贷，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男朋友对不对，好不好，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句话，没有人可以改变你，除非
那是你心中所想。她对你所有的不满，都是她心里面自己想的。她从她的闺蜜那边是进行了强化，因为她把她对你的不满讲给了闺蜜听，闺蜜是顺着她的话说的，跟她说完之后，她再强加于你，所以是她对你不满，不是那个闺蜜对你不满。这说明什么？说明她的内心里面确实认为你身上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所以我建议你撤一步，我们就先冷静个半个月，半个月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个事儿。那个时候，如果你真的想谈，就好好谈。好，谢谢陆琪老师。如果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呢也想找陆琪老师来指点一二的话啊，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我们去微信公众号搜索陆琪老师就可以找到他了。那别忘了亮明您爱情保卫战忠实粉丝的身份，那陆老师会送你一份新人礼。我觉得这两个小朋友谈恋爱其实都没用什么心的感觉哈，就谈不上有什么多相爱啊，多喜欢对方。如果真正好的感情是不会因为一个外人的干预而导致你们之间大动干戈，甚至说开始彼此不满。女生的这个男闺蜜也好，女闺蜜也好，其实只是她自己的宣泄的途径，其实核心还是她对你不满意。所以我觉得是感情有问题。如果说没有那么喜欢，我就觉得大家应该相敬如宾，在相处过程中我们慢慢磨合，看会不会产生更多欣赏对方的地方。如果不能，一开始也没有那么喜欢，那何必搞得那么难看嘛？天天搬出来一个闺蜜说事儿，然后还上升到动手，我觉得挺难看的。你一定是想要一份真情，无论是这个友情还是爱情，都是真诚的真情。所以你看，你对你的闺蜜其实是不遗余力、没有底线的。你借钱给她花，你都敢干，你内心是渴望一份情感的，但是你选择的方法是错误的，这能换来真的情感吗？你对你男朋友也没有用正确的方法呀，你对他用什么试探，买一条便宜皮带以次充好，你来试探他在不在意，有这么试探的吗？我有多大能力，我就对你生日的时候提供怎样的礼物，这是一份真正的真心的真的情，你那都是假的呀。包括你的闺蜜也一样，我听起来也是个假闺蜜啊，所以我觉得你俩之间也没有那么喜欢彼此，加上又有个这么所谓的闺蜜在中间作祟，不如就散了。你们都回归最本真的状态，就会找到一份真情，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以前都是女闺蜜出谋划策，现在都已经变成男闺蜜了。但我听下来，我觉得不是闺蜜，是敌蜜。这哪里是什么男闺蜜啊？不过是披着羊皮的爱情刽子手呀。他做了些什么啊？我要拆散你们。真正的好朋友是希望你能幸福，而不是用各种方式来教唆你做一些让你远离幸福的事儿。你从这个点就可以判断，这个男生他的目的是不纯的呀，他背后其实都是希望能够把你当做一个提款机，这就不是一个好的朋友。说实话，你现在根本就不是在谈恋爱，你在被外人当做提线木偶，你宁愿去把一个外人的话当做圣旨，你都不愿意相信你最亲密的人，你去把你身边亲密的人当成了仇敌。所以我是觉得你年纪很小，但是咱们20多岁了，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你人生当中很宝贵的一段经历。就是我面对不同的人，他接近我的目的是什么，他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你自己要拎得清。然后另外我觉得需要你这个暴力的行为跟你男朋友需要道个歉。虽然你觉得你也受伤了，我也看到了，但是这个东西是有因有果的，动手绝对是不对的，没有任何理由去支持动手。虽然你年纪小啊，但也不是支持你的理由。然后我觉得你需要去学会用成年人的方式去解决一下你们之间的问题。然后再说一下你的男朋友一个最大的点啊，里面刚刚提到一个细节，你跟你领导的边界感。如果你领导跟你说在干嘛，来我家里陪陪我，这种话已经到原则性问题了。做一个男人要学会什么？懂得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学会 say no。 我觉得这是你们两个人都应该在这个年纪里面掌握的一个边界感，只有有了这个边界感，两个人的感情才能更好的发展。男生，你承认不承认，即便没有那个男闺蜜，在这一段恋爱当中你也是缺乏安全感的。你很喜欢这个女生，但是恋爱当中你也知道自己有点力不从心，所以他越没有安全感，他越是控制欲爆棚，所以他的敏感度是极高的。何况又出现了
这么一个像幽灵一样的男闺蜜，你的那个男闺蜜的这一些行为，天下没有几个男人受得了，何况他可以在他的面前去侮辱他。在这样的一种状况当中，如果说你顾及了自己现任男友的感受，即便你心中对他的爱不是100%，你也应该知道怎么做。但遗憾的是，你对这个男闺蜜是言听计从。很显然，你的男闺蜜就是飘荡在你们恋爱上空的幽灵。如果这个幽灵不去，那你们的恋爱永远是3个人。你认为这样的畸形的恋爱有意义吗？有趣吗？会有结果吗？所以一切供您自己去考量。好，带着这些思考，我们回到门后，看看两组嘉宾最终的选择，请回。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呢，现在就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微视频号、公众号。那在抖音当中搜索我们“爱情保卫战”的官方账号和我们取得联系。记住啊，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用，小心上当受骗。好，我们先看一下第一组夫妻，他们的选择会是怎样呢？来，请开门，出来。那肯定出来，我觉得会出来。那肯定会出来。哎，我坚信他会出来。手拉手啊！来，欢迎欢迎，请回来。成功了。好。欢迎你们。我觉得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然后我们感情还是在的，因为如果感情不好就不吵嘛，然后我以后可能1个月给他2000块钱吧，然后他也答应我了，减少聚会嘛。不，现在也是特殊时期，2000真的是不少了，因为你们可控的钱其实就没几千。他没有败家，他没有乱花钱。是的，哎，先生有什么说的？我觉得就是我们的问题呢。主要是可以通过沟通各退一步，就是可以解决的啊。就比起刚才那一对儿，我甚至觉得我们问题也不算太大。是，能走到一起是有原因的，还是相爱彼此欣赏对方的哈。好了，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哎呦，你看这还得踮起脚尖呢。亮灯吧，回家好好抱。谢谢老师啊！也希望你们宝宝健康。电视前的观众朋友，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金云 App 来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欢迎您登录腾讯视频和优酷视频。我们来看一下第2组情侣他们的选择会是怎样呢？请开门，请开门。来了，不会出来，我觉得。最好别出来了啊！果然。好。这个今天的分开其实也是就像穆老师说的，是成长的代价啊。可能成长会经过一些撕裂呀，或者是分离啊，或者是难过，但是这就是我们一个蜕变的过程。希望我们的这个有情人啊，都能够蜕变成为呢很合适的佳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